被告手握正当防卫，当庭释放。考试案例可以分享一下的吗？这是国内第一例正当防卫无罪释放的案例，也是许清源律师胜率100%的神话。我不要上学。子涵，穿衣服，我们该出门了。不要上学，我不要上学，我不要上学，上学会有人欺负我，我不要上学。许小姐，目前小朋友因为霸凌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创伤，需要父母亲人给予加倍的呵护和照顾，这样他的病情才能有所好转。子涵乖，妈妈不是送你去上学，妈妈是去带你看欺负你的人受到惩罚。爸爸已经去帮你惩罚坏人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喂，师哥，你怎么巧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清源，我听说你们家的案子了。话说当年你可是律师界头把交椅的存在，100%的胜率，现在还是神话呢，还把案子全权交给老公管。师哥，我已经跟自己约定过，以后所有精力都放在家庭上。那接受调解也是你的意思了？调解？什么调解？我已经明确表示过，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。可是我听说你老公周明远今天已经签了谅解书了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我先自提3杯啊，这第一杯呢，当然是敬我的好兄弟周明远。谢谢你啊，愿意接受调解，再给程宇一次机会。今天也是他14岁的生日。谢谢周叔叔。其实我只是想跟妹妹在一起玩，不知道怎么变成了这样。以后我一定会注意的。没事儿，不过就是小孩之间打打闹闹嘛，都怪清远小题大做，非要闹上法庭，真是丢人。不是我说你啊，明远，你那个老婆也太不自量力了。江蕊师姐可是我们法律系的高材生，现在又是律师一线的头牌律师，那个许清源还想在法庭上讨到便宜，真是可笑。是啊，明远，那想当年你好歹也是咱们系的系草，那怎么就看上一个普普通通的许清源呢？就是啊，之前我们还以为你俩是一对儿呢。说什么呢？我和明远啊可是兄弟，你们别乱点鸳鸯谱啊，是吧，好兄弟？什么乱点鸳鸯谱啊？你们现在一个是霸总，一个是大律师，多配对啊！是啊，让我说，明远，你直接一脚踹了那个许清源，跟江蕊师姐凑一对儿得了。就是。再说可真就过了。来。我再提一杯，敬我和明远的兄弟情。我纵容你一寸又一寸，将我的心贯穿又一分又一分。好了好了，先别说我了，今天晚上的主角是江蕊师姐吗？祝江蕊师姐即将成为明城的合伙人，果然是我心目中最强、最优秀的女人。这个不是江蕊师姐最喜欢的花吗？红色郁金香。周明远还说你小子没二心呢，还给大家藏着呢。我喜欢红玫瑰。要不这个吧，红色郁金香，相信我，它更衬你，而且它的花语是炽热的、强烈的爱。
你兄弟的名字偷偷爱一场，周明远，你好陶醉于自己编织的美梦。行了，这最后一杯呢，还是得敬我的好兄弟周明远。谢谢你啊，在我回国的这段时间，帮我找房子，给我推荐工作，甚至还帮我接送程宇上下学。不多说了，都在酒里。加杯！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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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杯！好兄弟啊，我和程宇被房东赶出来了。什么？别着急，我马上过来。怎么了？我兄弟有点急事，我去处理一下。我会成为谁？我一次重围，我只能是我。明远，我接到子涵了，现在被雨困住了，你到哪了？我要去接我兄弟一下，你和子涵搭车回去吧。原来他口中的兄弟，一直是江蕊，好一个兄弟情深。周叔叔，你都和我妈妈喝交杯酒了，我是不是该改口叫你爸爸了？是啊，明远，我当年是不是说了，我生了孩子你就是干爹？你该不会忘了吧？没忘，我永远是你们最坚实的后盾啊！爸爸。爸爸，你是我的爸爸，我不喜欢这个哥哥，他总是欺负我，我只要你做我的爸爸。子涵，清源，你怎么来了？还把孩子带过来？你为什么要擅自签谅解书？我说过，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。清源，不过就是小孩之间小打小闹，你为什么非要上升到欺负、霸凌的程度？难道你非要跟江瑞学姐对簿公堂吗？江瑞学姐是什么人呢？一线大律师，你呢？一个家庭主妇，天天窝在家里，你知道什么是法律啊？明远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清源，我替明远向你道歉，不多说了，都在酒里了。恶心！你干嘛？清源，行了，快去哄哄你的小娇妻吧，毕竟啊，他不像我，心这么大。清源，清源，清源！我刚就是喝多了，跟他们开玩笑，你不要当真。可是我没有喝多。我们离婚吧。我们离婚吧，其他一切归你。子涵归我。你能不能别闹了？你知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？上市集团总裁夫人，你的婚姻还轮不到你做主。再说了，你刚跟江瑞闹完就跟我离婚，你让江瑞以后怎么做人？自甘脱落再一次，事到如今，你在意的还是江瑞。我说了，我跟他就是兄弟，你为什么不信呢？你现在自团回去，我把这边处理完了我再走。宝贝，来，把牛奶喝了睡觉。宝贝，这是你爸爸送你的生日礼物，你平时都宝贝的不得了，怎么把它扔地上了？因为爸爸
宝贝乖。宝贝，我们不要爸爸了，好不好？好。音乐随即播放着，突然唱到那首歌，那首我们一起听过的，你最恨明月高悬，独不照我。在我心里，已经偷偷娶过你一次了。可惜那首歌没告诉我怎样挽留你呢。你愿意娶我吗？答应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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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愿意。一次再一次，慢慢的靠近，告诉我这是心态的证明。那些回忆和气息，谁都不能否定。在我向你求婚的那30秒，你心里想的究竟是谁的脸？那么的亲密，那么的确定，在你怀里只会被依恋。你口口声声辩称是情节自卫，可为何在伤人后却故意擦拭钢管纸？这难道是老子空白后的下意识之举吗？审判长，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指向被告方，还请您做出最公正的判决。全体起立。现在宣判，被告人唐磊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，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。开庭。肉丝徐，我好喜欢你，希望以后也可以成为你这样的律师。可以在你的大作上给我签个名吗？当然可以。师哥，这是我的收山之作，我要结婚啦！水呢？我要喝水。这有几份文件，需要你签一下。
月，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你想怎么过？今天就在家吃顿饭吧。恰好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，就当是我们最后的诀别。对了，今天请开门。外面突然下雨了，幸好啊，酒、荷花都没事。啊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小子还用我的生日当大门密码，不会真的暗恋我吧？还真是知根知底的好兄弟。你们家居然有这本书啊？还是签名版，这书归我了。Rose 徐可是我的偶像。再说，清源应该也读不懂这么专业的法律书吧？我也不知道这书哪来的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送你。对了，你来干嘛？今天是你的结婚纪念日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讨人欢心，所以兄弟我啊亲自出马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哎呀，我先去洗个澡，我记得卫生间在那边。学姐，学姐，学姐，里面有清源的衣服。你怎么又忘了？我不喜欢女生那种粉粉嫩嫩的花边蕾丝的衣服，还是拿你的衬衫或者 T 恤给我吧。哦，好。我有点不舒服，先回房休息了。别呀，我们这儿没开酒的。不用管他，我们自己喝吧。好啊。清源，你想好回归了吗？以你的资历，当年退出律政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师哥，我答应重回职场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，我重回的第一个官司就要打我女儿的校园霸凌案。子涵，没有爸爸，妈妈也可以为你报仇。从现在开始，你配合妈妈做一件事，好吗？你记住，如果下次江晨宇再欺负你，你就这样。为什么呀？乖，按照妈妈说的做就对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妈妈，如果你要跟爸爸分开生活，你不要丢下我。妈妈怎么会丢下你呢？怎么回事？啊？没什么，就是在学校玩的时候弄的，爸爸不让我说。好，好，妈妈不问了，不怕。不怕，江水，我不会让江晨宇以霸凌入罪，那样太便宜你们了。我要让他以入室抢劫入罪，把牢底坐穿。
我的结婚纪念日竟成了江蕊和周明远的幽会日，真是可笑。以前我和明远经常一起喝酒，都是我招待，有时候喝多了还经常睡一张床。你不会介意啊？你们自便。许清源，你真是沉得住气，我倒要看你能忍多久。老师，我要给周子涵办理转学。哎，子涵妈妈来了，确定要给孩子转学吗？我觉得这个环境已经不适合子涵了。我明白，所以我今天自作主张，特意把江成宇的父母也请来了，你们可以好好谈谈。哎，成宇的爸爸妈妈，你们总算来了。你说他们是江成宇的爸爸妈妈？对呀。子涵妈妈，我说了，不过就是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，一点小事，你为什么非要揪着不放呢？还要告到老师这儿？你与其在这上赶着做别人的便宜爸爸，不如分一点精力给自己的女儿。不是，你到底是谁的家长？我知道，我今天以成宇爸爸的身份出现，让你不快，但是我就是帮江瑞一个忙，我们就是兄弟，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呢？你扪心自问，你自己信吗？清源啊，这我就得说你两句了。你不信不代表不存在。我和周明远认识这么多年了，要有事儿早就有事儿了。现在有也来得及。你子涵，子涵，你把子涵怎么了？我没用力推他，他就倒了，废物！成宇，成宇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，成宇？来，我的手都拿流血了。周明远，外人都已经欺负到家里了，你还偏袒他们，在你心里，子涵到底算什么？够了，你不要揪着一点小事不放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跟泼妇有什么区别？你就不能像江瑞一样体面一些吗？体面，好啊，我已经起诉了。我看江晨宇吃官司那天，他江瑞还体面得起来吗？我懒得跟你计较，这几天你自己在家里反省反省。文宇，我们走吧。清远，你还想起诉我？你知道法院的门朝哪边开？起诉我儿子要用哪条法律法规吗？等开庭当日，自然见分晓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周明远，既然你保护不好女儿，那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她了。你们先住这里，离公司近，周围也很方便。谢谢你啊，师哥。咱俩还说什么谢谢呀？啊，对了，
我帮你约了几个业内顶尖杂志的采访，他们一听是 Rose 需要复出，都上赶着要约采呢。好，就安排在我出庭当天吧。对了，清源，这个案子你有把握胜诉吗？我现在的目标不是申诉，而是把江晨宇送进去。程宇，你跟子涵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想看看子涵妹妹的储蓄罐，她不想让我看。我们拉扯的时候，储蓄罐不小心掉在地上，摔碎了。周明宇呢？你该不会不相信程宇吧？咱们俩什么关系啊？我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孩子去欺负子涵呢？哎呀，我知道你们没有恶意，但是清源非要揪着这个事情不放，非要闹上法庭。就这么点事儿，至于？你们放心，我已经勒令全市所有有头有脸的律师不准接这个案子，他赢不了。还是你最靠谱。许清源一个家庭主妇，无权无势，离开周明远什么都是。我怕他做什么？不过要到时候上庭，我把你的小娇妻打哭了，你又心疼啊？说哪儿的话，你放心，尽管打。这几年周太太的名号让她也过得太滋润了，吃点苦头也好。喂，你说什么？有律师接了许清源的案子？这不可能啊！我明明已经跟全市的律师打好招呼了，没有人敢越过我。不是我说啊，许清源一个家庭主妇，没人脉没文化，怎么可能找到律师帮他？即便能找到，肯定也是那种不入流的。我想，应该是那个3线小律师想借着这个案子的热度来抬高自己的身价。极有可能，毕竟周太太这个头衔还是很有光环的。关于周氏集团总裁太太起诉的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不日将开庭审理。不是我背后说坏话哦，许清源他也太不尊重你，不顾舆论对你的影响，执意要起诉你，这是把你放在火上烤。到时候你不用手下留情，尽管打，让他长点教训。喂，去查一下许清源的代理律师到底是谁。喂，周总，查不到对方代理律师的任何信息。查不到？连信息都查不到，果真是个不入流的乙级律师。走吧。周总，就我们所知，您太太所起诉的就是您身边这位江瑞小姐的儿子。您现在与被告一起出席，是出于什么样的缘由呢？对呀，什么原因啊？说说吧。听说您下令，京师所有律所都不可以接这个案子，但据悉原告已经找到代理律师，您觉得会是谁和您作对？说说吧，说说吧。说一说吧。是谁都无所谓。如你所见，这种必输的案子，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律师都不会接。没错，我们断定对方只是一个想蹭热度的3流律师。哎，好像是对方的代理律师来了。哎，走。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原告的代理律师许清源。大家好，我是原告的代理律师许清源。许清源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怎么可能是律师啊？你还学别人穿律师袍？清源，你看你像什么样子？把这身律师袍给我脱了！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？清源啊，有的人就算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。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庭主妇，也敢在这里冒充律师？不是穿上律师袍就是律师的。你知道有律师证这个东西吗？别闹了行吗？还嫌得够丢人？我在闹，我是在为女儿伸张正义。女儿根本就没事，
你为什么一定要闹得人尽皆知？现在还在这里装律师？清源，你到底有没有为我和集团的声誉考虑过？周明远，事到如今，你考虑的还是你的事业和面子。你真是一如既往的让人失望。哎，别走啊！这么着急离开，是怕被戳穿假律师的身份吗？这年头，竟然有人在法院门口冒充律师，真是胆大包天。是啊，假冒律师可是犯罪行为，情节严重，要入刑。听到了吗？要么乖乖道歉，然后滚蛋；要么掏出你的律师证。好啊，既然你们这么想看我的律师证，那我就满足你们。好啊，既然你们这么想看我的律师证，那我就满足你们。够了，清源，我知道你还在为我和世界的事情生气，但是你也不能假冒律师啊！赶紧把律师服给我脱了，跟我回家。周明远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没资格管我。没关系？什么叫没关系？我是你老公。清源，我知道的，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窝在厨房边、灶台边，你也想成为像我一样事业有成的独立女性，也想成为孩子心中的完美妈妈。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冒充律师。何以见得我是冒充？成为律师，首先要通过司法考试，单就这一项就刷掉了无数的人。想当年，我也是考了3次才通过的法考，而你，一个出身普通、学历普通、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法律法规的人，根本不可能短时间内考过。我出身普通，学历普通，你怎么知道？清源，你别装了，没有人会笑你。你不普通，能在家里相夫教子啊？我再免费赠送你一个法律常识：冒充律师是违法犯罪行为。你要现在认错离开的话，说不定还能被网开一面。那我也告诉你，按照刑法第246条，你再继续诽谤我不是律师的话，我有权对你提起诉讼，情节严重者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真是律师证，真有律师证，真的？这么可能？这么可能？许清源怎么可能会有律师证？这绝对不可能！你竟然为了跟师姐作对，专门去弄了一本假证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把律师证还给我！按照律法，损坏律师证是违法行为。我今天还就撕了，也好过你在这里招摇撞骗。你敢！周明远，等着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吧。许清源，装腔作势也要有个限度，拿着假律师证骗人才是违法行为啊！再说了，就算你是真律师又怎么样？也不过是个野鸡律师，在圈内连名号都没有。不管我有没有名号，照样能打败你。吹牛！你知道什么是红圈律所，什么是一线大所？刑法有多少章多少条，你知道吗？你又读过几本专业教材？律师从业者必读教材《法律如何正本清源》，你读过吗？哦，对了，这个可是我的偶像 Rose 徐编撰的必读教材，上面还有他的亲笔签名。你读过吗？我不仅读过，而且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本书，因为我就是 Rose 徐，是这本书的作者。因为我就是 Rose 徐，是这本书的作者。他就是作者。你就是 Rose 徐，这是我今天听到过的最好笑的笑话。你知道 Rose 徐是什么人？
他不仅仅是我的偶像，更是我国律政界的头把交椅。而你不过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庭主妇。是啊，肉丝徐不仅编写了法律如何正本清源，还让它成为了教育不可或缺的一本教材，还在实践中连连打破记录，成为了我国唯一一个胜率100%的律师呢。这样的人虽然隐退了，但江湖上永远流传着他的传说。许清源竟然冒领他的身份，实在可恶。清源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自从你跟我认识以来，根本没有碰过法律知识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清源，还是回家洗衣做饭更适合你。背法律法规这种事儿，你做不来。且不说家庭主妇跟其他工作一样值得尊重，单背法律条文，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？你知道法律如何正本清源的扉页上写的是什么吗？拨开迷雾，还法律以本来形象。对了，就是这句话。第7章的标题是什么？法律的本质。第5章的标题，法律的界限。他都答对了，难道他真是肉丝许？不可能，这绝对是巧合。我知道了，这本书是从你家拿的，你肯定是翻到过后你就记住了。你绝对不可能是肉丝许。他不是肉丝许，难道你是啊？什么阿猫阿狗，都敢在这儿乱叫！师哥，是君泰律所的合伙人陆承泽呀，他平时可是不轻易出山的，今天居然为了这个许清源出山，看来这个许清源确实来头不小。是啊，你是什么人？自我介绍一下，君泰律所陆承泽，也是清远的师哥。师哥？你什么时候有个师哥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今天正好大家都在这儿，我宣布，徐清源将正式成为君泰律所新的合伙人。哇，君泰居然选用这么年轻的律师当合伙人，看来这个许清源确实有过人之处啊。什么过人之处啊？怕是有什么猫腻吧？哎，这位大妈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怪不得清远现在有底气了，原来啊是攀上了君泰的老板。许清源，你就是因为这个男人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是看肉丝徐近10年没有出山，才联合君泰的人搞一出李代桃僵是吗？真是好气吗？清源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了，而且你还为了刺激我，特意找了个男人。周明远，你说话嘴巴放干净一点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任何人，包括现在。还嘴硬，清源啊，你最好承认了吧，也好过一会儿被人戳穿。肉丝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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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终于再见到你了，可以跟你合张影吗？当然可以。你叫他什么？肉丝许呀。他怎么可能是肉丝许？他只不过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庭主妇，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法律常识。可他明明就是，当年就是因为他的鼓励，我今天才能成为一名有理想、有抱负的律师。还记得你当初就是在这本书上给我签的名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许清源怎么可能是肉丝许？肉丝许是律政界的传奇女律师，根本不可能是她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庭主妇。神经！谢谢你，肉丝许。我怎么记得刚刚有人说过肉丝许是他的偶像？江律师，既然他是你的偶像，那你应该认识眼前的清远，而不是一无所知，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啊。我请允许我向大家重新介绍一下，站在大家眼前的就是律政界的传奇，胜率100%，铿锵玫瑰，许清源，肉丝许。肉丝许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！传闻中的肉丝许竟然如此年轻貌美有气质。这次您复出有什么计划？你们都被骗了，他们3个合起伙来骗你们。许清源，你真是疯了！
你冒充谁不好，偏偏冒充肉丝许，那可是律政界的传奇人物。谢谢你的夸奖和赞美，但是有你这样的粉丝，似乎不是我的光彩。你说什么？师姐，我发过誓不打你，别逼我食言。师姐，许清源，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。没什么好解释的，你从来没有试图了解过我。法院门口吵吵嚷嚷些什么话？哟，是肉丝许啊！这次归来，希望你的精彩表现。好的，法官。俺都说他是肉丝许，对呀，对。许清源，就算你真的是肉丝许，那又怎么样？你已经10年没有上过法庭了，天天泡在柴米油盐和生活琐碎里，早就失去了庭辩的意义。而我一直在一线，我不信我会输给你。那我们拭目以待。许清源，没想到你就是传说中的肉丝许。不过那又怎么样？你今日跟我打校园霸凌案就是死路一条，你胜率100%的名头，怕是保不住了。众所周知，校园霸凌案最难的就是证据收集和固定困难。你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是程宇对你女儿实施了霸凌。据我所知，现在也没有证人出来替你作证，你拿什么定我儿子的罪？徐阿姨，你知道周子涵害怕的时候习惯做什么吗？他最喜欢哭着叫妈妈，活脱脱一个小绵羊。我一定会让你们母子付出代价。从今天起，我会让你们再也无法作恶。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不过还得谢谢你们主动送上门的证据，虽然没办法定罪，但起码能做个侧面辅助的证据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哭着叫妈妈，活脱脱一个小绵羊。手机给我！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庭审马上开始，请原告和被告人律师及被告人立即入场。为维护法庭纪律，保持对法庭的严肃，现宣读以下法庭纪律：一、遵守法庭指挥与基本秩序；二、庭审期间不得大声喧哗；三、不得随意走动和进入审判区；四、别担心，清源，旁听人他们一定会员不得到的。发问、提问，当事人及诉讼人参与发言时，需经审判员许可。五、进入法庭必须关闭各类移动通讯工具。宣读完毕，请审判长入庭。现在开庭。审判长，请等一下，还有人没有到。许清源，你真是家庭主妇做久了，把法律法规都还给老师了吧？你以为法庭是你家啊？让整个法庭的人都等你，你算哪根葱？不管什么人以什么理由，都不得干扰法庭的秩序，这一点希望原告律师能够了解。尊敬的审判长，你也别怪他，只怪他离开律政界太久，久到忘了规矩。如果原告继续干扰开庭，经视作原告主动放弃辩护权利，被告人直接上诉。等等，许律师，我们来了，你们终于来了，快坐。审判长，可以开始庭审了。清源，这份名单应该可以帮到你。这是这2年京北校园霸凌案受害家长的联系方式，如果他们可以出庭的话，应该可以将子涵这个案子扩大影响，顺便呢也替他们出口气，找到希望。
你好，我是许清源。听说你1年前起诉同学校园霸凌案，但败诉了。你有兴趣来看看霸凌者是如何堕入地狱的吗？这不是过去几年校园霸凌案的败诉者吗？好像还真是他们，我有印象。许律师把他们叫过来，想必这起案子的社会影响力便大大的增加了。难道这就是许律师坚持要等他们来的原因？许清源，原来这就是你的如意算盘，想利用社会影响力来给审判长施压。肃静！就周子涵诉江成宇霸凌一案，现在开庭。首先，请原告方律师陈述事件的事实与理由以及诉讼要求。第一，我方申请判处被告方故意伤害罪。第二，我方申请被告方赔偿100万，以作精神损失和诊疗费。第三，我方申请被告方公开道歉。第四，被告方承担我方律师费用。现在，请被告方代理律师申请事件的事实与理由以及诉讼申请。我方希望驳回原告方的所有诉讼请求，并要求原告方因对被告方造成的诬陷赔偿100万。诉讼请求已完毕，请原告方出示相关的法律事实依据。下面有请我方当事人周子涵陈述被霸凌的过程。子涵乖，把你在家里跟妈妈说的话再重复一遍就可以了。我和哥哥一起玩游戏的时候，哥哥总让我做一些很危险的动作，比如从高高的地方跳下来。如果我不做，哥哥就会拿针扎我的手腕，都出血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程昱怎么会这么对子涵？做得很棒。那你现在能告诉我，你所指的哥哥是谁吗？子涵，你太让哥哥伤心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程昱怎么可能这么对子涵？审判长，各位陪审员，以我方当事人诉说的过程以及身上的伤痕来看，被告方曾多次对我方当事人进行身体上的伤害和威胁，因此我方提起的诉讼理由完全有理有据。这伤痕都有了，绝对是校园霸凌啊！谁知道这伤是什么时候弄的？又没有证据。肃静！现在请被告方陈述。尊敬的审判长，各位审判员，原告说自己是被我方当事人欺负所留下的伤痕。我想请问，除了口述之外，还有别的证据吗？如何证明这些伤痕是由我方当事人造成的？原告律师，你有相关的证据吗？没有。如果仅凭口述就能给一个人定罪的话，那岂不是太儿戏了？尊敬的审判长，我希望您能给我方当事人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，不要让法律成为某些人利用的私刑。原告律师，你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证据？没有。子涵放心，妈妈一定会替你讨回一个公道。许清源，哦不，是肉丝许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连胜的名号怕是要被我打破了。以后律政界不会再有你的传说。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审判长，我申请将此次庭审进行现场直播，让所有以霸凌为名义诬告别人的人都看清楚自己的下场。现在处于庭审的关键阶段，肉丝徐因为缺少证据而处于下风。如果再不拿出证据，这场官司必败无疑。而他所面临的难点，也是法庭定义霸凌的难处所在。难道又要输了？我儿子就是因为缺少证据才败诉的，真不应该相信这个许律师，他自己孩子的案子都打不赢，还说什么让霸凌者下地狱，简直是浪费时间。
肃静，肃静！原告律师，你还有没有证据呈上，能够证明被告方故意伤害？如果没有，我将直接宣判庭审结果。审判长，您直接宣判吧。原告律师如果有证据的话，早都提交了，何苦等到现在？好，那我将进行宣判。等一下，审判长，虽然我没有新的证据可以证明对方故意伤害，但我要追加一条罪名。我追加的罪名，对方无法辩驳。我要告江晨宇入室抢劫。许清源，你真是家庭主妇做久了，连诉讼罪名都搞不清楚。程宇根本就没有入室抢劫过，哪来的入室抢劫罪？这许清源是不是真的脱离律政界太久了，连罪名都搞不清楚？我们要打的是故意伤害和校园霸凌，哪是什么入室抢劫呀？我看也是，一个是10年的家庭主妇，一个是一线律师，这次被告肯定又赢了。真是不知所谓，程宇根本没有做过他说的那些事情。顾明宇，你还真是没让我失望，到现在依然顽固不化，居然到现在还不相信他。肃静，请保持庭审现场安静。原告律师，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提交的诉讼申请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，将会被视作伪证，会被追究刑事责任。审判长，我很清楚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，我要追加的罪责就是入室抢劫。证据就在这个 U 盘里。他真的有证据？你有没有做过？没有，我没有做。黄医生讲。原来是这样，这就算入室抢劫了。这不过就是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，怎么能跟入室抢劫扯上关系？你所谓的打打闹闹，在法律上或许有不同的界定。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是你逼周子涵回家取钱的，还把这500块钱藏起来了？我不知道，这很严重吗？你安静，请被告律师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原告律师，你继续发言。好的，审判长。根据监控显示，江晨宇非法闯入周子涵的家中，抢劫了共计人民币500元。该行为已经完全构入了入室抢劫案。我申请以入室抢劫和故意伤害罪，判处对方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什么？还可以这样？许律师果然没有骗我们。不愧是我偶像，竟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惩治霸凌者。不过这会不会是小孩子之间的玩闹啊？不构成入室抢劫呀，而且还要判处被告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这个量刑会不会太重啊？这江晨宇跑到别人家里抢取现金，已经基本坐实了入室抢劫的罪名。清源的做法没问题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要罪了！我不能罪犯。审判长，我合理怀疑原告律师和对方合伙起来，在房间安装摄像头，将江晨宇骗进房间，再进行钓鱼执法。审判长，我这还有一个 U 盘，可以证明我方当事人家的摄像头是一直存在的，并不是为了这次入室抢劫特意安装。黄医生讲。这视频里的被告律师和原告父亲，他们2个是什么关系啊？这原告和被告的关系都快乱成一锅粥了，趁热喝了吧。
审判长，我申请撤回这些证据，这侵犯了我的个人隐私。审判长，这是安装在我方委托人家中的摄像头，是被告律师进入我方家中被拍摄到的，不算侵犯个人隐私。驳回被告申请。现在我宣布休庭，1个小时之后宣布庭审结果。程宇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审判长，我方当事人从小都有低血糖的毛病，严重的时候会浑身抽搐，甚至晕厥，现在应该是犯病了。我宣布休庭，7日后重新开庭审理。审判长，我有理由怀疑对方是故意拖延时间，不能就这么休庭。徐律师，如果出了事，谁来负责？休庭。清源，没关系，咱们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事到如今，江蕊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，而这条路就是他的死。怎么样，妈？我刚刚演的怎么样？演的特别好，时机抓的特别准，这样妈才有时间给你准备方案的材料。我们还有机会翻案吗？当然有机会了，不过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。可是没有可是，庭审的时候你一定要咬死这点，千万不能出差错。程宇，师姐，明远，你怎么来了？现在这种时候，我们不应该见面。我过来看看程宇，气色还不错嘛。程宇没什么大事，倒是我愧对你和子涵，觉得没脸见你们。师姐，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，你一个人带大程宇不容易，难免有些疏漏。只要能够知错就改，就是好孩子。你真的这样觉得？程宇，只要你及时改正，你还是叔叔的好孩子啊。明远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你能不能签一份谅解书啊？这个案子我们当和解处理。这，毕竟子涵确实受到了一些伤害，而且这个案子是清源在打，我不好过多干涉。我明白，你们才是一家人嘛。师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回去吧，程宇要休息。那好吧，你们先休息，那我先走了。手无缚鸡之力，想打你爷爷，再练几年，水管修好了，我先走了。没什么不能听的，我跟周明远之间没有秘密跟私事。许清源，我跟你还没离婚呢，你就这样跟别的男人不清不楚？看来你这么多天都没有回过家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你回去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你过来究竟有什么事儿？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，庭审的时候手下留情，给程宇一条生路。周明远，你是没有看到子涵身上的伤，还是没有看到江晨宇抢劫子涵？我知道，但这样，你给程宇一次机会，他一定会改的。如果有需要，我可以保证以后不再跟学姐见面。我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。你笑什么？
没什么，我觉得你呀，好可爱。这个大冤种，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签了离婚协议。你们都给我出去！出去！清源，清源，清源，哎，不是，出去！清源，站住！你和清源到底什么关系啊？现在是师兄妹关系，以后嘛，说不准。怎么，对自己这么没自信？还是说一个雄性出现在清源面前，你害怕了？无聊。怎么样？好看。爸爸是笨蛋，爸爸是坏蛋。好，爸爸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了，爸爸是笨蛋，不跟他玩了。妈妈陪你重新搭一个好不好？我的愿望是能永远和爸爸妈妈在一起。我去了是吧？祝宝宝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我明年还要这样过生日。好，吃吧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你回去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离婚协议？我什么时候签的字？难道是那次？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对方有意和解，你看要不要考虑一下？不考虑。现在我是周子涵的唯一合法监护人，我不同意和解，也不会签谅解书，请原话转告江瑞母子。清源，你来做什么？清源，清源，清源，清源！我是在醉酒状态下签的离婚协议，不作数。什么只要孩子净身出户，我不同意。你可以不同意，但这份协议是经过公证的，是奏效的。如果没别的事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妈妈，子涵，清源，我们为什么要离婚？我们一家三口过得不是很幸福吗？幸福？那是你以为的幸福。你在乎过我跟子涵吗？子涵花生过敏，你知道吗？子涵发烧，烧到快40度的时候，你又在哪？你在去国外看江水的飞机上。既然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，你都不在身边，那现在也没有继续纠缠在一起的必要了。你去找你的事情，我跟子涵有我们的生活要过。清源，我知道以前有很多事情是我做的不好，可是
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三口，怎么能随便拿离婚开玩笑呢？我没有开玩笑，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了，我只要孩子，其他我什么都不要。我们两不相欠。清源，清源。明远，明远，清源，清源，清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原谅我了是吗？是，我回来了，你开心吗？我开心，我当然开心了，清源。你永远不要再离开我了，好吗？好。清源。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清源呢？什么清源？没有清源，只有我。哎呦，师姐，哎呦，对不起，我以为是清源回来了，我昨晚喝多了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了，你们男人都是这样，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。哎呀，师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真以为是清源回来了。郑明远，既然你已经离婚了，要不咱们俩凑一对得了？哎呀，师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之间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如果以前我给你造成什么错觉，我向你道歉。可是现在我的心里只有清源一个人。我跟你开玩笑的，我们是兄弟嘛。不过偶尔做做炮友也未尝不可啊，总比你在外面找的要知根知底。师姐，你别这样，我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呀，你想要什么补偿都可以。哎呀，你想要什么补偿都可以。真的什么都可以。那我要许清源的谅解书，有了这份谅解书，即便我输了官司，程宇也能落个缓刑。这怎么很为难啊？那就算了，反正你也知道的，我这个人一向大大咧咧，要是哪天不小心秃噜嘴，在许清源面前说出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，你再想挽回，那就难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真是个蠢货！其实昨晚什么都没发生，一条浴巾就足够你想入非非了。哼！师哥，你来了，先坐会儿。清源，你最喜欢的红玫瑰。妈妈抓到鱼了，妈妈现在把鱼放到水桶里。Surprise！ 妈妈喜欢的是红玫瑰，不是郁金香。我都记住了，爸爸你怎么还是记不住？怎么了？谢谢你啊，师哥，还记得我的喜好。陆叔叔，我们快走吧，医生叔叔已经等很久了。
好，走。子涵乖，先自己过去玩一会儿。张医生，子涵最近的心理情况怎么样了？您放心，现在孩子已经隔绝了伤害源头，整体心理状态已经好很多了。只要定期复诊，相信马上就会好起来。谢谢医生。不客气。不过现在是孩子恢复的关键时期，一定要保护孩子的心理健康，一定不要让孩子受到伤害。好，我们一定会注意的。现在放心了，只要7天之后再把江蕊和江晨宇送进去，子涵一定会更开心的。给我拿开你的手！够了，子涵还在这呢。你给我出来！你干什么？起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有病！有什么事快说，我不放心子涵一个人在那。你到底有事没事？没事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能不能给程宇出具一份谅解书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让我给伤害子涵的人开谅解书？江瑞让你来的吧？不是，是我自己的意思。我知道程宇伤害了子涵，但是他还只是一个孩子，你就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吗？你我都知道，江晨宇已经成年了，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。先不说我作为一个律师，不可能让任何一个坏人逃脱，况且我作为一个母亲，不可能轻易放过伤害子涵的人。你就不能再考虑考虑吗？这样，只要你愿意给程宇出具谅解书，我跟焦瑞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。还说不是江瑞让你来，你们现在已经可以互相代表了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不管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，谅解书我是不会签的。你回去告诉江蕊，有本事跟我在法庭上见。清源，清源，怎么样？周明远找你什么事儿？他让我给江晨宇出具一份谅解书，我怀疑他脑子被驴踢了。原来你也会骂人啊！我还以为光鲜亮丽的许律师永远都是不苟言笑。这周明远应该不是脑子被驴踢了，是被有心人绿了。我想这就是他来找你出具谅解书真正的原因。你的意思是，周明远和江蕊已经发生了关系，所以他们现在是统一战线。虽然周明远这个人多少不是个东西，但我觉得他和江蕊只是单纯的师姐弟关系，他应该是中了江蕊的圈套。我以为你会对周明远落井下石，没想到你还会帮他说话。我是这种人吗？我肯定不是这种人，我不屑落井下石。就算堂堂正正，我也能战胜他。战胜他什么？你的芳心。师哥，我刚从一段失败的感情中挣脱出来，现在还在打子涵的官司，已经精疲力尽了，短时间内没有再谈感情的想法。没错，我是在追你，但我也知道你现在的状态。你放心，我会等你处理完一切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帅气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自己解决你。你要干什么？江瑞，你别去骚扰亲人。
师哥，你先送子涵上去吧，我稍后就上去。走。怎么，周明也没说动我签谅解说，着急了？清源，我和程宇已经知道错了，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能放我们一马？徐阿姨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伤害子涵，给他造成创伤，我很愧疚，希望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改过自新的。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你们是知道要判了。不是这样，让我女儿吃过的苦，也让你儿子吃一遍，我就同意签谅解书。徐阿姨，我不是故意伤害子涵的，可能是我玩笑开得太过界，才对子涵的生理和心理造成伤害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你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。程宇，清源，你好了，别装了，有意思吗？别装了，有意思吗？姓许的，别给脸不要脸，识相的就赶快把向解书给我签了。先放手，快！我不会签的。住手！干什么？我发过誓不打女人和小孩，别逼我扇你。看到那辆车了吗？上面有行车记录仪。就算你们逼我签了字，行车记录仪也可以证明我是被迫的，签字无效。好，算你狠。许清源，我们法庭走着瞧。江蕊，我打过的官司比你看过的案例多，我劝你别耍花样，否则我就把你们一起送进去。谁输谁赢还未可知。我们走。没事吧？我要不要给你派2个保镖？不用，反正马上开庭了，一切都会有个结果。许律师，今天会出审判结果，您觉得结果会有利于您这一方的发展吗？上次被告方生病导致宣判结果延期，您会不会觉得有变数？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，法绝不会向不法人。张律师来了。哎，江律师，上次结果非常不利于您这一方的发展，这7天您是否有收集到更多的证据来帮助我方辩护呢？和许律师一样，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。不过今天的庭审结果一定会出乎大家的意料，敬请期待。庭审开始。首先，原告有没有新的证据提交？暂时没有。被告有新的证据提交吗？我这里有一份证据，足以推翻整个庭审的结果，请审判长查阅。同意申请。如您所见，这是一份出生证明，证明了我方委托人的出生时间。而案发时，我方当事人江成宇尚未年满14周岁，所以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。就差几天也不用负法律责任吗？就差1天也不用，因为我国刑事责任年龄以案发时为准，真是太可恶了。不得干扰庭审现场，坐下。今天也是他14岁的生日。怎么回事？那天师姐明明说是程宇的生日，那这份出生证明是什么情况？怎么，你也觉得江蕊的证据有问题？什么意思？你们是早就知道江蕊他会伪造证据？许清源，你处心积虑想把我儿子送进监狱，但到底还是棋差一招。到底谁棋差一招，还未可知。审判长，江蕊前2天在圣玛利亚医院用50万收买了产科医生，帮江晨宇开具了一份假的出生证明，也就是你手上拿的那一份。而这是圣玛利亚医院的新生儿出生证明，足以证明江蕊的出生证是伪造的。另外，
我还有其他证人可以证明江晨宇已经过了14周岁的生日。冷静，他有可能在炸我们。制造假证可是大罪啊！如果有人能够证明被告已经年满14周岁，就坐实了被告律师制造假证，这下真有律师被送进去的可能啊！我承认一开始对肉子徐的态度有点不好，那就请原告方1号证人出席。徐清源，你骗我就算，但是在法庭上骗审判长和陪审员，那可是藐视法庭罪。你在等什么？这是秦勇给你的机会。我当然知道，只是这位证人还没有做好出场的准备。其实，就算你不站出来，我也有其他证据和证人可以证明。只是如果你有良心的话，就应该知道，这是你赎罪的最好机会。原告方律师，你到底有没有说服你的证人出席呢？法庭可不是儿戏的地方。还不打算站出来吗？匡鹏律师，我再给你最后3秒钟时间，如果最后3秒钟时间依然没有证人出席的话，就治你藐视法庭罪。3、2、1。郑宇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想清楚再说。审判长，这是我的1号证人周明远。爸爸，我抗议，证人和原告是亲属关系，证词不能被采用。审判长，第一，证人周明远与我已经离婚，且孩子的抚养权归我。第二，即便证人与原告有亲属关系，但只要有其他证明可以辅助证明，依然可以采用证人的证词。抗议无效。证人周明远，请问1号晚7点，你在哪？我在珍宝阁参加大学同学组织的聚会。庭上有这场聚会的人吗？有，就是被告律师江瑞，她是我的大学学姐。还有被告人江成宇。据说这场聚会还有另外一个目的，是什么？是给一个人庆祝生日。这个人是谁？就是被告人江成宇14周岁的生日会。也就是说，江成宇14周岁生日是11月1号，他在实施抢劫的时候是11月10号，他已经过了生日，可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。而且这也说明江蕊作为被告律师真的做了假证，这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审判长，这是阴谋，这是周明远和许清源联合起来陷害我方当事人的阴谋。审判长，这是辩方律师的污蔑。辩护方律师，请注意你的言辞与态度，如果没有补充，我将当庭宣判周子涵诉江成宇故意伤害罪、入室抢劫罪一案。全体起立。峰峰，还有没有最后的陈述？没有。现在宣读审判结果：江成宇犯故意伤害罪、入室抢劫罪，事实确凿，多罪并罚，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并赔偿周子涵10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和治疗费，以及承担原告方的诉讼费。退庭。不要坐牢，我不要！我不就是拿了他几百块钱，欺负过他几回吗？为什么要坐牢？我不要坐牢！儿子，你在里面好好的，妈一定想办法救你，妈一定想办法救你。耶，妈妈说过会帮你讨回公道，现在做到了吧？妈妈最棒，我最爱妈妈啦！审判长，我还要追加一个诉讼。审判长，
我还要追加一个诉讼，我要诉江蕊扰乱法庭秩序和制造伪证罪。又要追加诉讼，这回他可是铁了心要把对方律师送进去了。同意申请。下面，我想有请我的证人出庭。请您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江家的家庭医生，姓张。张医生，我想请问你，江晨宇之前有过低血糖史吗？没有。根据江晨宇的体检报告，他的身体状况良好，根本没有低血糖史，而且上次庭审的症状完全符合人工诱导的特征。你胡说！你这是污蔑！是不是许清远给你钱了，让你污蔑我？审判长，依据有关条例，江晨宇假装生病导致庭审中断，应治为扰乱法庭秩序罪。另江蕊为帮江晨宇脱罪，伪造、篡改书证内容等，也严重违反相关条例。辩护律师，请你保持安静，注意态度，否则治你藐视法庭之罪。你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？如果双方没有需要补充的证据和证词，我将当庭宣判。全体起立。现在宣读审判结果：江瑞扰乱法庭、制造伪证罪，事实确凿，多罪并罚，依法吊销其律师执照，并终身禁止进入律师行业，以及承担原告方的诉讼费。开庭。太精彩了！六次局为我们展现了一场淋漓尽致的庭辩，这才是律师界的典范啊！许律师，你的案子替我们狠狠出了口气，给了我们希望。是，许律师，真太感谢你了，让我们和你一起见证霸凌者的下场。这是一个法律人应该做的使命。我可以无偿帮大家代理校园霸凌案，如果大家需要的话。需要，太需要了！你真是我们的恩人啊！我们恩人呐。许律师，这将成为历史上载入史册的经典案例，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？还是那句话，法不会向不法让步，即便这个不法小小的，游走在法律边缘，但恶就是恶，不分大小。许律师，后续您还会接手校园霸凌案的处理吗？周子涵小朋友，经历这些事后，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？以后还会害怕和同龄人相处吗？抱歉啊，各位，孩子需要静养。关于案件的后续情况，许律师会通过君泰律师事务所官方账号发布声明，请大家让一下。谢谢。哎，许律师，哎，许律师，许律师，哎，许律师，许律师。清源，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错事，我不求你能够马上原谅我，但是至少你能不能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？子涵以后的复诊，还有家长会，我都想陪着。周先生，这离婚协议已经生效了，清源和子涵的生活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我是子涵的亲生父亲，这是我的权利。权利？什么权利？周明远，如果你真的想弥补，我不反对，但相处节奏要听子涵的。子涵愿意见你，你就见；不愿意见你，也别勉强。子涵，想跟爸爸说话就过去。爸爸，子涵，爸爸对不起你，爸爸不该这么对你，不该这么对妈妈。清源，对不起，我有罪，我做人做事没有边界感，忽略了你，忽略了子涵。你们对我这么好，我全视而不见，我有罪。如果你真的知道错了，就好好弥补子涵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用余生好好忏悔，好好弥补子涵。毕竟对你，我可能再难回头。我跟江瑞
其实那天晚上你和江蕊什么都没发生，你家里有监控，我们都看了，他炸你的，白痴！什么？真的吗？要不是怕你被蒙在鼓里，被江蕊当枪使，我才懒得跟你说呢，还多一个竞争对手。师哥，你又来！我说过了，现在对我来说，感情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我。谁啊？谁啊？对不起，吓到你了。你拎着这么大的盒子干什么？猜猜我给子涵带了什么？子涵。哇，是天文望远镜。医生不是说让你多找找兴趣吗？这是叔叔特意托朋友买的。明天晚上天气好，叔叔带你去郊外看星星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去，打开看看。清源，江蕊那边有新的动静。自从他被吊销执照之后，他逢人便说遭到你的恶意打压，还在网上发长文故意抹黑你。我倒要看看他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。都是你害的，要不是你让我装逼改年龄，我怎么可能会怕这么久？我怎么可能会怕这么久？都是为了你好，不想让你坐牢。为我好，一直想维护你那可笑的面子，你从来只在乎你自己的事业和名声，根本不管我，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程宇，程宇，程宇，许晴，我不会就这么放过你，我要让你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早上好，我送你们上学上班吧。清源、子涵，吃早餐吗？咖啡还是豆浆？帕尼尼还是油条？上我的车，车上有子涵最喜欢的迪士尼的玩偶，是《疯狂动物城》里的尼克和朱迪。真的吗？谢谢爸爸。不管你以后喜欢什么，爸爸都给你买。走吧。哎，子涵，你喜欢尼克和朱迪呀？跟陆叔叔走，陆叔叔带你去迪士尼看真的。真的吗？嗯。妈妈，我想去看。跟爸爸走，跟陆叔叔走，跟爸爸走，跟陆叔叔走，跟爸爸走，走走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二位，我最近刚买了车。走。不好意思，我最近刚买了车，早餐也已经吃过了，就不劳烦二位了。清源，陆长泽，我知道你喜欢清源，但是我跟他毕竟是10年的夫妻，一夜夫妻百日恩，我们俩复婚的概率可比你们俩在一起的概率要大得多。周明远，如果你能这么肯定清源要跟你复婚，还用得着大早上跑来示好吗？咱们俩是公平竞争，50对50。哼。别推开我，程宇坐牢了，我只有你了。学姐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
我错把崇拜当成了喜欢，以为自己一直喜欢的是你，但是其实我早就爱上了清源，他才是我唯一的爱人。不可能！你爱的人是我，不会是许清源那个贱人。学姐，对不起，如果当初我的行为给你造成了任何错觉，我郑重的向你道歉，我也愿意补偿，什么方式都可以，除了爱。如果打我可以让你消气的话，多少巴掌都可以，我愿意承受。哇，妈妈，我看见木星了，它好亮啊！陆叔叔送给我的望远镜，我好喜欢。喜欢就好。江蕊，这就是你的报复手段吗？太 low 了。清源，你都看到了吧？不用管他，这是毫无证据的抹黑，业内人士都看得明白的，不会影响你的声誉的。我不在乎行内人怎么看，我怕的是这些负面新闻会影响律所。妈妈，陆叔叔跟我说，天上的星星都是会惩罚人的，江阿姨做了坏事，也一定会被惩罚的。放心吧，子涵，我一定不会让坏人影响你和妈妈。我去看。谁啊？没谁，敲错门了。没谁，敲错门了。清源，你在吗？清源。清源，他怎么来了？清源，江瑞发到网上的文章我已经看到了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，我已经让公司的公关团队赶紧处理了，负面新闻很快就会压下去，不会影响你跟孩子。周先生，清源现在是君泰律所的合伙人，咱们律所有专业的公关渠道和危机处理团队，我们会处理，就不劳您费心了。谢谢你们的好意，但这件事情我想自己处理。牛啊！人狠话不多，不愧是 Rose 徐。马屁精。不过清源，你的确是比以前干脆利落多了。你也好不到哪去。清源，家里还有不少子涵的衣物和玩具，你上次走得急，你明天要不要过去一趟？明天不行，这明天清源要去社区参加公益活动。那后天我也有空。后天清源要开庭，也不行。我跟清源说话，你插个什么嘴？我现在是以律所合伙人的身份替清源回答你。妈妈，我的娃娃还在家里呢，求求你帮我拿过来吧。那好吧，明天上午。好，我在家等你，不见不散。我还有事跟清源说。都7点钟了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。你等一下，就我干的。妈妈，现在爸爸和陆叔叔都在追你，你更喜欢谁啊？人小鬼大。我已经7岁了，是个大孩子了，所以妈妈，你更喜欢谁啊？那就得看他们表现喽。
明远，明远，难道换密码了？所以开启。送给你，我心中永远的 Rose。那个，我就是过来拿个东西，拿完我就走，不用这么隆重。这都是你准备的？这些都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，All for you。这是你最爱的黑森林蛋糕，还有你最爱的7分熟牛排，歌儿也是你最喜欢的。饭就不用了，我中午还有事，拿完东西再走。清源，清源，你现在连跟我吃顿饭都不愿意了吗？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我为了你赶走了江瑞，换了大门密码，还特意准备了你喜爱的知识。你连一次机会都不愿意给我吗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周明远，你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爱，你所做的这些不过是在为自己赎罪，你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会站在我的角度出发，而不是强行给我加一些东西。我不懂爱，难道陆承泽就懂吗？你还是不明白，等你想通了再说吧。果然是你这个狐狸精在勾引明远，所以他才会不接受。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准备好了吗，小勇士？今天晚上我们要在外面露营过夜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都迫不及待了。抽呀！慢点，慢点。子涵，你看。那是猎户座，中间的3颗星星呢是他的腰带，旁边2颗星星是他的肩膀跟膝盖。传说中，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猎人，一直守护着夜空。真的吗？好漂亮呀，就像妈妈守护我一样吗？对啊，就像妈妈守护你一样。什么都不说，像来自天。陆承泽，周明远，哎，烦死了！走，不行了。昨天已经去得很远。酒也没了，那边商店应该有吧？再去买点。谁？谁在哪？谁在哪？啊！天然，是我。陆承泽、周明远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等，清源，我也受伤了，我也要付。
对了，你说你嘛，干嘛要偷偷摸摸跟着我？出来露营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。你不是不喜欢别人强加给你不喜欢的东西吗？你跟子涵出来露营，我也不放心，所以我去周明远家的时候，你也在现场。跟踪狂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会站在我的角度出发，而不是强行给我加一些东西。跟踪狂。我错了，秦源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本来以为周明远已经够幼稚了，没想到你比他更幼稚。陆晨泽，我再郑重的跟你说一次，我现在没有心情考虑下一段感情，我只想好好工作，把子涵照顾好，仅此而已。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所以我不会强加给你不喜欢的一切，什么都顺其自然。清源，我也发誓，我也不会强加给你不喜欢的一切，我也顺其自然。你抢我台词是吧？你还偷听我们说话呢？那谁知道你会不会意图不轨？我当然得跟着了。我看意图不轨的人是你吧？说谁意图不轨？你。哎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你们吵吧，我去买啤酒去。哎，秦源，不吵了，我们不吵。我看意图不轨还有跟踪狂是你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尊卑啊？我是原配，一旦新人换旧人，知不知道 ？KO。告诉你，没你这样的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都离婚了，你知道吗？离婚了又怎么样？离婚了，他就应该找新的，他就是我的人。你这个，他俩是谁呀？他们说这片地归他们管，要收过夜费。过夜费？这片露营地什么费用我们都缴过了，什么过夜费？我说收费就收费。他们收的是他们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你们别废话，赶紧把钱拿出来。你能不能让我说句话？老大请。这样，我们道友道，今天我们只要5000块钱现金，多的我们也不要。现在谁还带现金啊？是啊，老大。那这样，你选其中一个人一起去取钱，剩下那个留下来做人质，半个小时内不回来，我要你们好看。给你们10秒时间做选择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清源，不管你选谁，我们都尊重你。哎，清源，他都这么说了，你选我。哎，我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你这叫顺杆爬，知道吗？你自己说让他自己选，那我争取一下有什么错啊？我没见过你这样，现在不让你选了。我是原配，那现在选我。我说了，我们在打钱，他选我，做下我们的工作。你凭什么？嘿，你这个不要脸的，跟踪狂也是不要你搞清楚啊！我是原配，原配怎么了？我们一夜不几百人。好了，大哥，他们是装的。故意吸引我们注意力，我还看不出来吗？还用你说？好的不学，还学人抢劫，知道我们是谁吗？2个大律师，1个公司总裁，分分钟送你进监狱，牢底坐穿。大哥大姐，放我们一条小命吧，我们真的是第一次抢劫。第一次抢劫就碰到我们，算是你们踢到铁板了。别乱动啊！610吗？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我们在南天露营基地，这边有2个未成年在抢劫。好的，一会我们带人过来。没想到第一次心有灵犀，居然是跟你。你以为我乐意啊？公平竞争，公平竞争，公平竞争啊！公平竞争。好，辛苦了。公平竞争，公平竞争。
你俩喝假酒了，这么瘆人。事情都处理完了。刚刚已经打电话报过警了，警察等会带人过来把他们带回去，到时候我们3个去做笔录就行。饶命啊，大姐！叫谁大姐呢？小姐。你们还是叫我许律师吧。我已经跟警察说过了，你们是抢劫未遂，到时候我会去签谅解书，你们不用坐牢。谢谢许律师。不过你们得答应我，以后不能再做伤天害理的事。好，我们答应你。来，干杯！哎，没想到你身手还不错啊！你也有2下子嘛？那肯定，你问清源以前我在学校那是体育尖子生。你怎么知道？经过这几个月的治疗，子涵小朋友的心理状态已经完全恢复了，你们家长的陪伴与照顾也功不可没。太好了，谢谢医生，感谢你这段时间的细心照顾。后续你们也需要多多关注他的心理状态，不过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。好，我一定会注意的。就这款吧。好的。今天子涵生日，你们也1块吧。哎，这个牛乳蛋糕比较新鲜，子涵应该爱吃。胡说！这种全麦面包营养价值高，子涵正在长身体，应该都是这个。哎，清源，我记得你爱吃抹茶蛋糕。胡说！清源明明是这个。清源爱抹茶。我跟他10年夫妻，朝夕相处，我会不知道？我和他大学4年，我肯定知道他爱吃什么。大学4年怎么样？你看什么关系啊？我是原配，你是原配。我说过，一旦新人换旧人，知不知道？换了吗？领证了没？上位了没？几号几点？哎，你已经离婚了，就别在这儿说他爱吃抹茶。清源，我来。哎，这个我来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完了，我把糖当盐了。要不你们还是出去吧，再帮下去，这顿饭都没法吃了。走吧。你说清源会不会喜欢我买的虾呀？肯定喜欢我买的鳕鱼啊，我精挑细选的。对了，子涵马上放学了，你们谁去接一下？我。怎么了？接到子涵了吗？清源，不好了，子涵被人带走了。什么？这么小的孩子，你怎么能交给一个陌生人呢？怎么回事？你来了。老实说，子涵被一个自称是你朋友的女人接走了。那个女人说是徐律师的闺蜜，还能叫出周子涵的小名，我才。子涵有没有说什么？她好像有点犹豫，但那个女人说你临时有事儿，让她来接，孩子就跟着走了。我先去调学校门口和周围的监控，别慌，子涵不会有事的。是江蕊，一定是他，他是为了报复我。都怪我，我要是早点来接子涵就好了。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，赶紧把人找到再说。你们不要着急，我已经让朋友帮忙锁定车辆信息，正在追踪位置，应该很快就能找到。不要担心，清源，江蕊她现在走投无路，不敢对子涵做什么，她只是想以此来要挟你。子涵不是她的主要目标。这个坏女人，被我妈妈打败的坏女人，
我妈妈一定会来救我的。你妈妈，估计她现在应该急得团团转。给你妈妈打电话，让她撤销对我所有的指控，再给我100万，否则我就……打！我不打。你是个坏人，你做了坏事就应该受到惩罚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妈妈说，遇到坏人要保护好自己，还要留下证据。你说的话我都录下来了，你再也跑不掉了。妈妈说证据能让坏人伏法，你别想抢。小东西，你也想教训我？你也配？给我！好啊！你以为你跑不掉呢？啊！你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不客气了。我治不了你妈，我还收拾不了你这个小东西。你敢烧我？我让你不知道怎么死的！怎么还没整定？喂，是我。小蕊，果然是你。你现在在哪？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。妈妈，子涵，小蕊，你不要伤害他。有什么事情你冲我来。我当然是冲你来的。徐金月，你现在不是拽得很？肉死徐从无败绩，到现在连周明远都要把你追回来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你到底要怎么样？这样，你现在给我准备500万，明天下午1点送到京市北边的废旧仓库，收到钱我就放了你女儿。但是如果你敢报警的话，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子涵，子涵，江瑞这个毒妇，当初我怎么没有看出来他这么蛇蝎心肠呢？对一个小孩子下手，真是太无耻了。现在不是埋怨自己的时候，重要的是怎么找到子涵的地点，让明天交赎金该怎么安排。明天我一个人去，你们都别跟着，否则我怕他会对子涵不利。不行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江瑞他现在已经完全丧心病狂了。周明远说的对，绝对不能让你一个人面对江瑞。好，子涵要是知道有这么多人关心他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来准备赎金，我让秘书把钱送过来，明天我们一起去。这么熬着也不是个事儿，来，喝杯咖啡休息一下。都是我这个做母亲的太不称职，是我连累了他。我这个父亲也不称职，之前我竟然那么偏袒江瑞和江成宇，让我自己的亲生女儿受了那么多委屈。我这个当叔叔的也不称职，知道江蕊心思歹毒，我居然没有提前把子涵保护好，害得他被江蕊带走。好了好了，今天不是批斗大会，明天我会把子涵安全的带回来的。是我们一起把他带回来。哎，我真是年纪大了，怎么才半夜就有点熬不住了呀？我也是，我怎么突然觉得天旋地转？你们好好睡一觉，明天睡醒我就把子涵带回来了。你在咖啡里下了安眠药？清源，你准备一个人去面对江瑞吗？姐，你不能一个人去，江蕊不会放过你的。子涵会感谢你们的。子涵，子涵，妈妈，我在这儿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的肉丝徐。江蕊，
你言而无信，你说过只要我给你赎金，你就不会伤害他的。这不能怪我，是你女儿非要逃跑，我也是负了伤的。赎金我已经带来了，现在你可以放了他吧？是吗？我说过吗？可是我是绑匪呀！我现在让你用这个绳子把自己的脚绑上，你照不照办？你想干什么？这么嫩滑的小脸蛋，要是不小心划上一刀，不知道会不会留疤呀？好，我绑，你别伤害他。废话那么多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看到面前的手机了吗？打开它，拿起你手边的 A4 纸，打开手机直播，照着读。你觉得我直播，就算按照你说的读出来，所有人就会相信吗？你到底读不读啊？不要挑战我的耐心，你知道的，我向来是一个说一不二、雷厉风行的人。我读，别动他。我许清源陷害职业律师江蕊，使其被吊销职业资格证，更对其社会名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。在此，我对江蕊江律师表示诚挚的道歉。原来真是许清源陷害的江蕊啊！不能吧？江蕊伪造证据是铁板钉钉的事。喂，什么事儿？陆律，你看许丽的直播了吗？直播？什么直播？周明远，起来！怎么了？看，嫉妒使我面目全非，也使我变得丧心病狂。你看，清源的眼睛一直在看镜头以外的地方，那是不是江瑞在用子涵威胁他说这句话？一定是的。不行，咱们得马上过去救他们母女。再晚的话，我怕江蕊再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。走。我已经照你说的全部读出来了，现在你可以放了他吧。你的孩子是孩子，我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吗？当初你那么心狠，一点机会都不给我的孩子留，让他在法庭上被判了整整3年，3年啊！那都是他咎由自取。江蕊，这从来不是别人的错，是你为了胜诉不择手段，伪造出生证明，更教唆孩子霸凌，这些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孩子们是无辜的，陈宇的偏执不是子涵责责任，你的失败是你自己亲手造成的。不是这样子的，我本来能拥有光明的未来，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害的！不要，部长，你怎么来了？谁让你来的？不是说了只要你一个人来吗？我没有叫他来，是我自己要来的，不关他的事。你放开我的女儿，有什么事情冲我来。周明远，你这个负心汉，明明你爱的是我和程宇啊！我和程宇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了你身上，结果你转头去爱了许清源和周子涵。师姐，你收手吧，劫持儿童，最高可以判10年，再加上你行贿、伪造证据，数罪并罚，只会让你在监狱度过更长时间。现在放下武器是你唯一的出路。我不回头，都是许清源害的。我本来可以成为顶尖的律师，可以给我儿子最好的生活，现在都没了，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害的！你放开子涵，只要你不伤害我女儿，我跟清源，我们可以出具谅解书，我们不起诉你，好吗？真的不怪我。别动！妈妈，我没事儿。许清源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怎么都不会放过你！
爸爸，宝宝，陆叔叔，爸爸，你们来的正好，马上就要开饭了。子涵，这是补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一个限量版的水晶球。宝宝，这是爸爸送给你的礼物，一整套芭比娃娃，喜不喜欢？爸爸和陆叔叔送给我的礼物我都喜欢，谢谢爸爸、陆叔叔。你们来了，正好开饭了。我女儿，你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了，可以许愿了。我希望妈妈可以找到一个真正爱护她、照顾她的人。闺女啊，你这是要让妈妈难堪啊！妈妈，你选好了吗？是爸爸还是陆叔叔呀？你不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吗？妈妈，你还是个渣女啊！真小子家的，你还知道渣女啊？不过妈妈现在还没有决定好，一切就交给时间吧。好，乖宝贝，妈妈要去做律政精英了，让陆叔叔和爸爸陪你过生日吧。哎，新人，拜拜。